二战的开场总是充斥戏剧性的场景，比如英法对德国的绥靖政策、苏联和德国的秘密条约等等。但其中最令人感到意外的，当属装甲坦克突击的潮流，为何是由德国来引领的？要知道，坦克作为一战末尾的产物，它的起源来自英国，它的修改设计来自于法国。可以说，坦克的诞生由英国人的马克一一手促成，现在坦克的雏形则源自法国雷诺坦克。依照这个趋势，接下来的战争主角应当在英法之中诞生。那么，为什么德国在装甲作战上实现了弯道超车？德国设计的坦克对于接下来的战争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3号坦克对于德国的装甲洪流又意味着什么？所谓穷则思变，这句话套用在德国身上一点都不为过。作为一战的败防 MVP， 德国人两线作战仍旧打满全场的战绩，着实令人畏惧。不过，虽然此时德国的军事威慑力有在，但对面的战胜国一方，尤其是英美法三国的领导人，在胜场开香槟的同时，已经各自在心里都把算盘珠子打得飞起。在这其中，作为光荣孤立的缔造者、离岸平衡的小能手，欧洲的搅屎棍英国，算是在战前最想德国死，在战后最想保住德国命的一员。法国则是一心一意求着德国去死，在向德国要求赔偿时，更是想变着相的肢解德国。美国在这其中可谓是最为纯粹的，作为一个新晋强国，要市场、要钱和建立一个能稳定赚钱的秩序，则是他期望的目标。也正是在这三方，尤其是英法的牵扯下，德国虽然受到凡尔赛条约的制裁，但也留下了喘息的机会。基于一战总结的经验教训，德国在传统军备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英法则是陷入到对一战军事胜利的固执之中。德国在面对法国修筑的马基诺防线时，也不得不开始思索新的对策，而新兴的装甲战争理论最终成为了德国人的选择。其实，作为新兴理论，装甲战争理论并不是没有受到阻力，但遭受过失败的德国，对于新理论的实践和接受程度却远远超过同期的英法等国家。最终，在德国高层的拍板以及新晋将领如古德里安等人的支持下，德国将装甲突击战争理论作为了自己之后的军事理论指导，这也成为了日后被称为闪电战的战争理论模式运用的起点。但我们仍需知道的是，闪电战并非这种战术的正式名称，它只是后人对这种装甲突击作战的一种总结性称呼罢了。而此时的德军，理论战术有了，支持新战术的优秀将领也有了，这正如三旬壮汉胸怀利刃，正满心壮志想去复仇时，突然掏了掏怀里，脸色一变，我刀呢？哪儿会有刀啊？面对着古德里安那简陋的套个壳子装坦克、2条腿跑步就算突击的训练方法，德国高层也是苦笑着挠挠头。德国的军政最高长官更是一边承诺着面包会有的，坦克也会有的，一边也在找机会设计自己心中的新式坦克。然而德国人想要的坦克可没有那么简单，不同于英国那种巡洋坦克和步兵坦克的奇葩理念，德国人设想的则是2种核心坦克，一种是专门负责敲碉堡、炸机枪、为步兵开路的支援型坦克，而这种坦克也在之后发展成了我们熟知的4号坦克。而另一种也是整个装甲战争理论体系中最锋利的那把尖刀，它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撕开敌人的装甲防线，干掉所有挡路的敌方坦克。而这正是今天的主角，德国3号坦克。和后来人们印象里的不同，早期作为装甲战争主力军的一直是3号坦克。德军为了精心打磨3号坦克的设计，早在1935年就启动了研发项目。为了蒙蔽英法，德国将这个项目起名为指挥车，让英法不会认为这辆车会大规模配备。而在一系列竞标过后，戴勒姆奔驰公司所设计的方案当选，并且仅仅在1936年就交付了样车。这些代号从未到地的不同测试车，最初的目标还是为了测试坦克的悬挂系统，这也算是为之后大规模生产积攒经验。而在3号坦克设计中最为亮眼的，当属它前瞻性的3人炮塔设计了。这种超前的革命性的设计，将例如法国坦克的车长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了出来。由原先的一个车长需要兼顾寻找方向、观察敌情、瞄准开炮的一系列工作，简化为了3人共同分担。身为车长只需要专注于战场搜寻目标和指挥作战上就好了，而例如战车前进、装填开炮、转动炮塔的工作，则会通过坦克内部的通讯系统将命令传达给相应的成员们。这使得3号坦克的战场反应速度和锁敌效率都在当时碾压一众对手，这也成了他日后在战争初期能够技压群雄，
成为德军装甲突击最为依仗的坦克的原因。而在不久之后的波兰平原上，这种由3号坦克为主导的撕裂敌方防线的突击战术将会向世界展露它的獠牙。1939年，波兰成为了德军獠牙下的第一个祭品，但它不会是最后一个。当成百上千密集的坦克群直插波兰防线时，3号坦克作为突出部的前锋，更是精准地猎杀着波兰本就稀缺的坦克，从而为后续的军队打开胜利的局面。但此战中最引人注意的还是3号坦克仅有37毫米的主炮口径。这个37毫米口径的选择其实也不是德军妥协下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能和德军的37毫米反坦克炮做到弹药统一，方便后勤集中管理，减轻后勤压力的无奈之举罢了。不过在39年时，应对波兰老旧的装甲坦克，37毫米火炮还是能摆平全场的。在德军依靠3号坦克打开局面后，装甲战争理论，也就是后世总结的所谓的闪电战军事理论，开始显露它的威力。只见众多的坦克在见到3号坦克突入后，就如同鲨鱼嗅到血腥味一样，汹涌地朝着波兰军队的防线上撕扯。随着伤口不断扩散，剩余的德军坦克也随即冲入其中，不再和两翼的守军拉扯，而是直接开始纵深穿插，疯狂地袭击敌后的补给线。而其中的精锐部队则是直冲敌军指挥部而去，突留前线的守军则在缺乏补给和指挥的混乱中，逐渐被削减军队建制，打击军队士气，最终在了解战场局势的不可挽回下选择了投降。这场闪击波兰不仅是2战欧洲战场的开场，也是德军对新战术的实战测试。此战之后，这一战术正式成为了德军的战场选择。而作为这套战术在当时的主力尖刀，3号坦克也将在不久之后迎来自己新的舞台。当时间来到40年，经过波兰战场的磨合和对战场问题的总结，德军将目光汇聚到了西面。身为法国人的友好邻居，德国人在拥有了新玩具后，自然是兴冲冲地来到法国门前来敲门。不过眼看着马基诺防线，德国人心里其实也犯怵，毕竟一战的惨痛教训不仅仅让法国损失惨重，德国人也没好到哪里去。在经过一系列的策略博弈后，面对着欧洲第一陆军的法国和前来增援的英国远征军，3号坦克也迎来了自己最头疼的对手，来自法国的索马 S35 和夏尔 B1 坦克，和来自英国的马蒂尔达2型步兵坦克。他们依赖其厚重的装甲，使得德军的37毫米反坦克炮常常未能击穿其装甲。如果仅靠这些数据，德国自然落于下风。但战争从不是简单的数据对比。正如之前所说，法国坦克依赖车长多线作战，而在我们提到的问题之外，法国坦克无线电的匮乏也使得法军的装甲部队难以形成有效配合，只能各自为战。而冷静的德军依靠着早就训练过的战术打法，配合着无线电发出的命令，依赖成体系的指挥方式，一场针对英法盟军装甲部队的围猎开始了。整场战斗充分展现了团队配合的有效性。仅仅6周后，法国的防线便彻底崩溃，以3号坦克构建的战术配合，无疑引领德军走向了战术之巅。而在其中的3号坦克，它不是最硬的，也不是最强的，但无法否认的是，在当时它绝对是德军最为先进、最为高效的战争机器。然而战争从来都是军事科技的催化剂，随着时间的流逝，原先作为引领者的3号坦克也将会迎来新的挑战者。不过很可惜，这场挑战的地点定在了东欧的平原，这次的挑战者则是名为 T34 的赤色洪流。1941年，随着一场名为巴巴罗萨的行动展开，300万德军径直冲向了东方的红色友邻。面对地域庞大的苏联，德军上下都陷入了横扫西欧的骄横中。预计短短数月便能击溃苏联的德军，连冬季的储备都没有准备，便自信地来到了战场。而此时的3号坦克也在经过不断检验后，大部分装备了更为强劲的50毫米 KWK-38L-42 短管炮。对于德军将领来讲，经过和一系列西欧强国的战争后，如今的3号坦克足以应对苏联那些数量众多但质量低劣的坦克了。但这几年一直在观摩着德国横扫西欧、做大做强的苏联，可从没有放松过警惕。只是德军的到来比苏联设想的早了许多。但无论如何，苏联制造的 KV-1、KV-2 坦克以及后来的 T34 中型坦克却让德军吃尽了苦头。尤其是3号坦克和 T34 的对决，让德军陷入了焦虑中。当德军引以为傲的50毫米炮弹打到 T34 的倾斜装甲上被弹飞时， T34 却用 76.2 毫米的主炮狠狠地招呼德军的3号坦克。而伴随着后续加入战场的 KV-1 坦克，德军才意识到自己的火炮已经落伍了。在面对着这个移动缓慢的钢铁堡垒，拖着沉重步伐来到你面前时，明明是侵略方的德军被动体会到了什么是被强行注入的无力感。
这场危险遭遇战不仅仅让德国人遭遇了战场上的打击，也让德军对自己的坦克设计理念产生了动摇。德军之前所引以为傲的装甲体系，在苏联坦克的绝对力量面前却显得如此脆弱。德国人意识到了自己的炮火在面对更厚重的铠甲时已经不够锋利了。随着雪花般的战报洒满柏林，古德里安等前线将领纷纷要求军方拿出一款可以对抗 T-34的新型坦克。但无论军方怎么运作，在新的坦克出现之前，德国人只得在3号坦克上秀起了自己引以为傲的技能——打补丁。随后，围绕着3号坦克的魔改便就此展开。首先解决的便是3号坦克火力不足的问题。既然短管的50毫米火炮不够用，那就换装炮管更长的50毫米的 KWK-39L60 炮。毕竟更长的炮管意味着更高的炮口出速，而更强的出速则会带来更强的穿甲能力。而这种看着我的炮管去和我的物理法则 PK 吧的新式3号坦克，被德国人命名为了 G 型后期、L 型和 M 型3号坦克。而这几辆坦克的直接区别则来自于自身的装甲升级上。G 型号的3号坦克被设计师将正面装甲统一增加到了50毫米厚，而 L 型则是在此基础上，在坦克的车体和炮塔正面焊接了一块20毫米厚的间隔装甲，从而利用双层防护来抵御破甲弹的攻击。至于 M 型，则是为了防御苏联步兵越来越多装备反坦克武器的趋势，在炮塔和车体两侧又挂上了薄薄一层的侧裙板。就这样，在短短的1年内，3号坦克就从战场刺客变身为了打满补丁的重装战士。而这种频繁更迭的方式，也在诉说着3号坦克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3号坦克的设计空间已经封顶了。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来源，则是3号坦克的炮塔底圈，也就是原本承载炮塔的环形结构。从设计之初就限制了它的升级潜力，这是一个物理上的死结。炮塔座圈的直径太小了，根本塞不进一门真正能和 T-34分庭抗礼的长管75毫米炮。此时此刻，德国人也明白了，3号坦克作为主力反坦克平台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当东线战场的苏联人掏出 T-34的那一刻，德国人就注定要展开新的设计迭代。3号坦克的各种魔改，无非是在拖延战场时间罢了。但3号坦克的落寞却让原本的老搭档4号坦克迎来了新生。仅凭借炮塔座圈大一号的优势，使得装备上长管75毫米 KWK-40 炮的4号坦克成为了战场反坦克主力。而既然突击1号位有人顶了，作为原本就储量惊人的3号坦克只好把目光放在了辅助位置上。随着3号坦克最后的型号3号坦克 N 型的诞生，这款坦克拆掉了长50毫米火炮，换上了早期4号坦克的短管75毫米火炮。这门火炮穿甲能力很弱，但能发射高爆弹的特性使得3号坦克一跃成为了支援步兵进攻的好手。至此，3号坦克和4号坦克面对新的使命，完成了一次彻底的对调。但当时间来到1943年，面对德国战场上早就是虎式和豹式齐出动的场景，3号坦克貌似成了废铁一般，就连生产线也正式关闭，剩余的3号坦克也被分配到了2线部队。但秉持着节约精神，德国人还是对3号坦克展开了又一轮的魔改。只不过这一次，德国人盯上了3号坦克的底盘。面对3号坦克遗留下来的数量庞大的装甲底盘，一向围绕着3号坦克底盘拯救计划的产物3号突击炮的名气，则在之后的时代超越了3号坦克本身。这种丢弃旋转炮塔，换装一门强力火炮的设计，使得名为3号突击炮的坦克歼击车有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优点。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它便宜。毕竟3号坦克作为打满全场的主力坦克，它的配件自然是最多的。同时没有了炮塔限制，原先的长管75毫米火炮终于是塞进去了。而没了炮塔后的低矮车身，更是让3号突击炮成为了跑在阴影处偷袭的一把好手。这个无心插柳的产物，最终却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它的生产总产量最终突破了1万辆大关，成为了整个二战期间德国生产数量最多的装甲战斗车辆。3号坦克的底盘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获得了永生。而除了拿着3号坦克底盘玩出花的3号突击炮外，这个万能底盘还被改装成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特种车辆，比如装上喷火器的火焰喷射坦克，拆掉炮塔装上大功率电台的前线炮兵观察车，还有为虎式坦克这种大家伙提供后勤保障的装甲回收车等等。3号坦克的肉身虽已过时，但那个坚固可靠的底盘最终却像一块万能积木般支撑着德军的装甲部队，一直战斗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刻。现在将时间调回到最初，3号坦克对于德国的装甲洪流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他是一个开创者，创造性的3人炮塔设计代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战术思想。这种设计和战术理论的结合，也保障了德军前期的胜利。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3号坦克是一台高效的战争机器。其次，它也是一个失败者。面对东线战场的残酷，它的设计缺陷一度将军队置身于危险之中，落后的设计也被战场逐渐淘汰。但最终，它又是德国坦克发展的奠基者。正是3号坦克的失败，催生出了虎式、豹式坦克的诞生，而它自身坚固的底盘也为德国自行火炮的发展贡献出了3号突击炮这样的工业结晶。3号坦克的一生如同戏剧般富有传奇色彩，它本是站在台前闪耀的主角，却在时代的变迁中沦落为配角。它的兴衰折射出了第2次世界大战中各国之间残酷的军备竞赛，它的故事也见证了一个帝国如何从兴起走向毁灭的仕途。